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10多年前，普通感冒席卷校园，学姐病得很严重。我说你一定是着凉了，多喝点热水，下周就没事了。旁边的哥们儿很愤怒，他说感冒是因为中了病毒，哈佛医院那2万例人体实验白做了。哥们儿骂骂咧咧地讲着他的科学，学姐转过脸来，哥们儿至今单身。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普通感冒背后的故事。时间回到1946年，北风吹过英格兰平原上的巨石阵，旷野的山丘上有一所医院，医院的走廊里，医生让12个人泡在热水里面。当清晨的阳光洒满草坪以后，北风也变成了穿堂风。这个时候，医生让12个人从浴缸里出来，穿上湿袜子，不准穿毛衣，然后静静地坐在穿堂风里享受半个小时。12个人冻得瑟瑟发抖，看上去非常虚弱。这个医生叫做克里斯托夫·安德鲁斯，当时最权威的感冒专家，而这间医院正是感冒圣地哈佛医院。清晨洗澡后，湿袜子、单衬衫、静坐、穿堂风，这些都是最正宗的感冒方法。他们看上去都快要感冒了，但15分钟后，他们的情绪开始好转，身体开始适应寒冷，开始有说有笑。感冒会如期而至吗？安医生正在用人体实验的方法调查感冒与着凉的关系。他认为着凉与感冒无关，因为那些前往南极、北极长期考察的科研人员，他们从不感冒，而且在爱斯基摩人的村庄里面，人们在最寒冷的冬季也不会感冒，反而是到了春天，第一批外来船只靠岸的时候，他们才纷纷的病倒。所以安医生怀疑普通感冒是某种病原体传染导致的，但他一直没法找到这种病原体。普通感冒可以说是人类最原始、最普遍的一种疾病。它和流感不一样，它可能在全年任何时候爆发，通常没有严重的发热，让人感到虚弱、嗓子疼、流鼻涕、打喷嚏，一般会在1周之内迅速恢复。语言学家说，人类对这种病的认知可能古老到我们刚刚从非洲走出来的那一刻，因为整个欧亚大陆上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几乎都把这个病叫做着凉，比如英语当中它也叫做着凉 catch a cold。 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推论，那就是现在世界上说着印欧汉藏语系的人类可能都是同一批走出非洲的人类。这批人类很不幸，一走出非洲就碰到了普通感冒病毒，同时也碰到了西伯利亚寒流。他们都叫着着凉啦着凉啦，一批往北跑，进入了欧洲，越跑越冷；另一批往东跑，开始还行，暖和点了，但一不小心他们直接撞到了雪山里面，也不知道他们要被冻成什么样才能穿越整个帕米尔和青藏高原，到达温暖的陕西、四川和云贵。往东往北跑的那一批就是说印欧语系的人类，撞进雪山的那一批就是说汉藏语系的人类。所以着凉会感冒，这几乎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文化共识。要想基因延续，下次可千万别跟妹子讲感冒和着凉无关。当然，你面前要是一个非洲妹子、蒙古妹子、印第安妹子，那你最好先研究研究他们的原始语言。几万年以来，我们都认为着凉就会感冒，休息1周啥事儿没有。但到了2战的时候，英国人对感冒有了新的理解。他们说着凉感冒休息1周，这可不行，因为德国人的飞机马上就要来了。英国人直接贴出一张海报说，假如每个工人因为感冒每年请2天假，那么全年就相当于损失5万劳动力。这5万劳动力足够造3500辆坦克、1000架轰炸机和100万支步枪。就在这种背景下，哈佛医院诞生了。当时英国的医学专家都说，德国飞机轰炸英国城市只是第一重打击，威力并不大。轰炸后留下的传染病、霍乱、伤寒，这是第2重打击。第2重打击也不会太严重，因为我们了解霍乱和伤寒，它们是细菌，我们手上有足够的青霉素来杀死它们。但霍乱和伤寒之后，往往还会出现第3重打击，普通感冒，这才是最致命的魔王，因为我们连它的病原体都还没有找到。如果感冒失控，英国可能输掉整场战争。于是英国当局在巨石阵南边的一个山丘上建造了这间野战医院，专门研究战时流行病。同时远在美国的哈佛大学也为这间医院源源不断地注入资金，所以它叫做哈佛医院。1946年，
安医生接管医院，开始招募志愿者来这里进行人体实验。他说，招募学生到这里来度假，让他们成为实验品，尽管这是最不理想，但却是他们唯一可以用的动物。因为除了人类，当时只发现还有黑猩猩会感染普通感冒，但它们不仅症状轻，不易于观察，还非常的昂贵、粗鲁又难以沟通。但那些学生们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听说哈佛医院提供10日免费度假，并且每天还能赚取13个先令的零花钱，这大概相当于今天40美金，250人民币。所有人都非常积极踊跃报名，甚至有人来了好几次。然后哈佛医院耗时53年做了2万例人体实验。每周3会有一批志愿者来到哈佛医院，然后护士长开始宣布规则。他说，度假村里有图书馆、电视机、收音机、电话，你们可以在房间里享受一切，也可以在户外打乒乓球、羽毛球和高尔夫。度假村周围还有100亩的白垩草原，你们可以深入草原去探索。度假村还会为你们提供合适的长筒靴，但你们一定要保证自己必须与任何陌生人保持10米的距离。在医院，不同的分组朋友不准见面，如果必须见面，你需要穿上这种防护服。每天的饭菜会准时送到你们各自的房间门口。如果在野外碰见陌生人，请立刻用手帕捂住口鼻，然后一边后退一边说不干净，不干净。这些来度假的志愿者，有些是构思论文的学生党，有些是成双成对的小情侣，也有专门来寻找姻缘的适龄男女。这里的助理小哥很帅，饭菜很可口，房间很宽敞。接下来的3天没有任何安排，主要是让志愿者隔离，这样就能在实验开始前排除一切从外部带入感冒的可能性。到了周6早上，医生将志愿者分为3组，每组6人。第一组需要在鼻子里滴入一些从别的感冒患者鼻腔当中提取出来的溶液，第2组享受湿袜子加穿堂风，第3组既要滴鼻子又要穿湿袜子。到了周2，感冒病人开始出现，第一组只滴鼻子的有2人感冒了，第2组只着凉的没有人感冒，第3组滴鼻子加着凉的有4个人感冒了。看来着凉本身并不会引发感冒，但会对接触过感冒病原体的人产生促进。这个实验重复了上百次，数据大致相同，但有些时候只滴鼻子的人会比既滴鼻子又着凉的人感染数整整高出1倍。医生们至今无法解释这个诡异的数据。进一步实验，安医生就需要在体外培养出导致感冒的病原体了。按照科赫法则，如果无法在体外培养病原体，那就不能证明这是一种传染病，感冒可能还是因为着凉而产生的。在寻找感冒病原体的过程中，安医生给那些优秀的实验对象发放玻璃纸，让他们擤鼻涕。安医生在实验室里小心翼翼地展开玻璃纸，像对待黄金一样对待里面的鼻涕，那种画面大家可以自己脑补。然后这些鼻涕提取物一部分被滴入了新的志愿者鼻子当中，另一部分被注入到鸡蛋里面培养，寻找里面的病原体。但是病原体始终无法被培育出来。用现在的病毒学知识来看，很显然安医生还不了解病毒只能在特定受体上感染这个基本的原理。虽然他发现感冒只能传染给人类和黑猩猩，但他不知道培养感冒病毒也只能在人类和黑猩猩的身上才能完成。很不幸，1956年的时候，一个美国的独行天才抢先安医生一步，培养出了感冒病毒。这个人叫做温斯顿·普莱斯，他用恒河猴的肾上皮层做培养基，终于在体外培养出来了感冒病毒，学名叫做 GOH 病毒，这是一种鼻病毒。后来被证实，50%的感冒是由鼻病毒引起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感冒病毒被培育出来，至今人类已经发现了200多种感冒病毒。对抗病毒，人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发疫苗。但为了一个普通感冒，我们每个人身上打200多种疫苗，还保不齐这些病毒会不会变异，会不会有新的病毒引发感冒。所以疫苗对抗感冒这个想法根本不靠谱。杀灭病毒还有什么方法呢？很不幸，至今人类都没有掌握任何高效杀灭病毒的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吃药7天不吃药1周的真正原因。人类一旦感染病毒，就成了束手无策的弱鸡，全靠免疫力升抗。但在哈佛医院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发现某个细胞被病毒感染以后，病毒就会控制这个细胞，让它释放出干扰素。这种干扰素能够有效地防止其他病毒再来感染这个细胞。那如果人工模拟干扰素，岂不是就是最有效的抗病毒药物？科学家们开始研究，直接将病毒注入细胞来获得干扰素，但这个过程非常困难，因为这需要大量的人血。比如1979年，芬兰的霍尔辛基卫生实验室用了4.5万升人血，这差不多是23万人的献血量，才提炼出0.4克干扰素。但到了198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注入一段双链 RNA 也能让细菌释放干扰素，于是利用生物技术，科学家们开始批量生产干扰素，并且展开了临床试验。果然，这些干扰素在实验中非常有效。如果注射了干扰素，这个人基本上怎么折腾都不会感冒。但是如果已经感冒了，注射干扰素是无效的。故事分享到这里，你是不是能从干扰素这个名字当中联想到什么东西了？你是不是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了？没错，这个干扰素就是现在医生用于治疗癌症的那个干扰素，而感冒病毒可以诱导身体释放大量干扰素，所以这个大胆的想法就是用感冒病毒来杀死癌细胞。时间来到2015年，51岁的鲍曼说自己就像这台车，经历了很多故事，但依旧活力十足。鲍曼的医生也说，从医学角度上来说，鲍曼不应该活着，因为4年前他47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来脑子里有一颗橘子大小的肿瘤，正在迅速的增长。那天晚上，鲍曼的头疼得要裂开了一样，神经外科医生打开了鲍曼的头骨，切除了里面的肿瘤。为了缓解肿瘤复发，医生还开出了一长串放疗和化疗的清单，但6个月以后，肿瘤又出现了。这些肿瘤正在分裂出像触手一样的卫星肿瘤，深入其他的正常脑组织。医生已经给鲍曼开出了死亡通知书，14个月。但当时恰好有一个癌症实验计划，鲍曼可以拼死一搏参加这个计划，接受一种正在试验中的疗法。这个疗法是这对菲尔夫妇开发的，他们都是医学博士，他们的想法很大胆，正是用普通感冒病毒来杀死鲍曼脑子里的癌细胞。菲尔夫妇选用了一种能够引发普通感冒的腺病毒，然后对病毒进行了基因修饰，让它变成了专门攻击脑瘤细胞的导弹。接着他们转开了鲍曼的头骨，直接将这些活病毒注入大脑当中。当时的媒体都把他们称作医学探险家，但也有很多医生说，如此巨大剂量的活病毒直接注入患者大脑当中，这简直就是谋杀。第一次注射以后，鲍曼无法入睡，但第二天早上，医生们发现鲍曼除了紧张的睡不着，没有任何其他副作用。这些病毒果然像导弹一样，精准地杀死了大脑里的癌细胞，没有损伤任何其他的细胞。它们诱导细胞释放出来的干扰素，又进一步限制了癌细胞的扩散。很快，鲍曼脑中的肿瘤真的彻底消失了。后来，菲尔夫妇把这种病毒命名为德尔塔24。现在，菲尔夫妇正在研究把德尔塔24开发成一种专门针对脑瘤的疫苗。从走出非洲的原始人，到2战时期的安医生，再到跨越50年2万例人体实验，直到魔幻的菲尔夫妇，这就是人类与普通感冒的故事。也许普通感冒是与我们共生的一种基因寄生虫。回想一下，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听到普通感冒是排毒，经常感冒的人不得癌症等等等等各种神奇的说法。也许大自然和人体一样，大到生态，小到病毒，它们都是系统的一部分，只有达到某种平衡才是最自然的状态。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怪不得老人都说小病不断，大病不犯。